ねえみんな、お金をもっと大事していけなきゃダメだよ。そんなに金持ちの人ばかりなの。だからお金を投げるのはやめよう。全然分かってないじゃん。だから違うって。お願い、止まって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雷哥。现在我们人在新竹的核心车站。那今天也是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单纯的骑一趟渔老，从新竹一路骑过来，骑到渔老，爬升大概1500公尺吧。但是今天我没打算在单车路线上面下太多的功夫讲解，因为这一条路线在频道里面骑了4、5次有了吧，所以我觉得路线的本身是没什么好讲的。话说回来，刚刚开头的那19秒钟，整整拍了我20分钟。虽然在这个核心车站早上8点半的时间还没有什么游客，但这边也是一个免费的停车场，偶尔还是会有人走出来的。如果被下车的游客看到刚刚的场景，也是有点不好意思。这一集也是北海道篇正式完结之后，久违的回到台湾继续骑车。相信看到这一集的观众也已经知道了，我下一趟的行程就是在今年4月要去西藏骑川藏线。会员订阅跟超级感谢的功能也已经正式开放了。老实说，开放的那一次有点吓到，大家热烈反响支持的程度也有点超乎我的想象。根据一般的常态经验判断，是真的不会想象到大家的反响支持会这么热烈，所以我在这边也是要跟大家隆重的说一声，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。那今后我这边也会持续努力，不管是在创作上、创意上、技能上，也会想办法的持续去突破，去回应观众们的期待。好，回到正题，现在我们人在核心车站，今天有背了一个背包出来，这个背包大约1公斤，说重不重，背在身上还可以接受。里面装了什么？就是新买的空拍机。虽然空拍机本身是249克左右，但是加上遥控器，其实蛮重的哦。虽然这个核心车站没有什么海拔，四周也没有什么雄伟的风景，但是因为人烟稀少，还算空旷的原因，所以就来这边练习一下我的第一次飞行。等一下在前往渔老的途中，我也想要找2、3个真正有景观的点，实际飞起来拍摄看看。哇，好期待啊！第一次飞空拍机。修蛋姐在飞空拍机之前，先临时插播一下，因为这一集骑渔老的影片重点着重在飞空拍机。但是其实空拍机飞行有很多限制，首先最基本的不能夜间飞行，不能在人群上空飞，限高120公尺。以上几点对我来讲影响不大，但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有以下2点：第一个就是必须要在市距内300公尺内飞行；第二个就是在起飞的时候必须距离建筑物30公尺。举例来说，我想要在这一个非常空旷的观音瀑布的停车场去飞空拍机，拍后面大山的风景的时候，因为在我身旁就有一个公厕，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说，公厕其实也算是建筑物，你必须要离这个建筑物30公尺以上，再加上后面也有吊桥的建筑物。严格来说，这边其实是不能飞的。所以说这一集的渔老影片，包含下一集的渔老影片，其实有些东西是不能放上来的。那大家就说，哎呦还好啦，反正又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啊。不好意思，被抓到一次就是3万块钱。虽然执政单位不会闲没事的去逛网路去特别去抓这些东西，但是只要被检举到，而且没有期限哦，有可能你过了1、2年就突然被检举到了。一次就是3万块钱。为求保险，我重新检视一下素材，有一些可能有争议、有问题的影片，我就全部删掉，就不用了。但是因为这2集的主轴就是空拍机，所以有时候会让观众觉得，起承转合啊，故事的连接接不上啊。在此先跟观众说明一下，因为我还蛮怕踩到地雷的啊。譬如说，像在核心车站旁边就是铁轨，铁轨30公尺内是禁航区，不能飞。只要一起飞被抓到，就是30万。虽然附近是空旷的停车场，但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建筑物。如果你没有距离这些建筑物30公尺以上的话，会有问题。那你往上飞了，觉得没事了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市区内300公尺内，所以能用的画面真的非常的少。所以在飞空拍机之前，起飞之前务必三思。好，插播结束，就回到我们这一集的渔老影片。那我们就直接出发前往渔老 ，Go Go！ 好险，今天早上6点钟有来得及起床，不然晚1个小时，核心车站这边游客全部都来了，开场的那一段我肯定是不敢拍了。
结束了刚心惊胆跳的第2次飞行，男生的思维就是很奇怪，明知山有虎，偏要向虎山行。这不是性别的差异，但是通常女生都会想说，这个洞很危险，你不要飞过去啦。然后男生是，哇，这边有洞我好想试试看，飞过去会有什么奖励吗？其实也没有，但是算你厉害。刚好也是因为我的眼镜还有办法稍微看到那个空拍机的一个小黑点，所以我才敢这样子飞。因为在空拍机上面装的镜头其实是非常广角的，那大家知道广角的镜头边缘其实会比你想象中的靠近，所以我在荧幕上看到的都是那一种一定会撞的感觉，只是因为我是目测看到，其实左右两边还算是蛮有余裕的。现在看后面的吊桥，宽度桥面大约1.5米左右，空拍机的臂展大约50公分以内，所以一定是飞得过去，只是你就没有那么直观。所以像刚刚那一种行为，我只是想试一次而已，以后应该也不会做了，还是拍大山大河的风景会比较有震撼力。一整片的空地，然后后面的大山大河的风景，又忍不住飞了一次空拍机。我觉得空拍机除了在拍摄上面有得天独厚的优点以外，我觉得它其实也算是有点改变了我的心境。刚刚我在骑车的时候，这个点我平常是绝对不会停的。一直以来我也是用这种效率的思维来骑车，这并没有错。直到现在，我的思维都还是效率。光是站在这边飞空拍机拍摄，我都觉得好像有点蹉跎，没有练习运动到。但是如果能够把时间转换成之前完全没有的经验体验，然后拍摄到之前没有看过的角度的话，对于现阶段的我，反而最需要的是这个部分，包含接下来准备要骑行的西藏篇，了解遥控器的推杆技巧，如何拍，在什么样的风向、场景、阳光底下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，这都是我现在所需要的练习。为了能够在接下来拍摄到更好的影片、更顺畅的叙事，我也是尝试摆脱过去的拍摄逻辑，好好的停下来，在这边好好讲话。那我们出发喽 ，Go Go！谢谢。我们看影片看很久了。今年是要去那个你说的青藏，对。那有海拔很高，5000多的那主要是沿途上下从3000基本3000起跳，然后上1000下1300这样子。我一直想说，看哪一天可以碰到雷哥。好，加油！好，谢谢。不耽误你了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台湾真的是一个蛮温暖的国家，有时候骑在路上被认出来，还不是骑脚踏车的车友。就都还蛮感动的。大家按照常理想，一个2万人不到的频道，流量也没有说特别突出，也没有特别吸睛的地方，但不止在留言区，在现实世界还是可以受到这样的鼓励。我想这个就是虽然骑车拍片很花时间，还有点累，但还是能够坚持下去的最主要的原因啦。早安。早上是6点半吃的早餐，现在时间大概10点半。虽然没有饿的感觉，但是根据过往的经验，通常再不吃，接下来爬坡会很痛苦，所以就来一个标准的减肥2件套。豆浆加茶叶蛋，平常没运动的时候记得要喝无糖的。来现况报告一下，我从4月结束北海道回来的时候，其实我回到家是瘦到62.5公斤的。但是呢，一路吃到10月，我又胖到68公斤。但是我在2025年的10月开始就决定了，说我2026年的4月会去骑青藏高原。川藏线的重点就是海拔的升降，跟海拔升降最大的影响的就是你身体的体重，所以我也是有危机意识了。从10月开始一路减肥到现在快3个月。从68公斤，目前瘦到61公斤左右。如果早上起来尿完尿的时候，还可以看到5字头。接下来的2月，我会回去香港一趟。那回去香港的时候，就不要特别节食啦，就是想吃什么就吃。所以目标就放在去西藏之前，可以瘦到57、58公斤左右。虽然体重变轻了，但是从北海到5月回来之后，真的是完全没有在骑车，心态之类的也多多少少会退步。但是这种怠惰的感觉也不是第一次了。骑车骑这么久了，我也蛮清楚的，不会到真的完全荒废啦，所以这一趟的渔老就是稍微找回一点爬坡的感觉心态，不可能练回巅峰期，但是就是要让4月的川藏篇不会骑得那么痛苦，加减练回来一些心态，肌力恢复到一定的状态，再配合上减轻的体重之后，相信届时过了前面爬坡3、4天的适应期之后，
会越骑越顺。刚刚有提到减肥的部分，其实这一次我没有做的太极端，大概3个月瘦8公斤。方法就是一天吃2餐。那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吃早餐的人，只是之前还是会变胖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午餐吃牛排，晚餐吃小火锅，玉米浓汤、冰淇淋全部都挖到爽。现在则是中午可能还是会吃小火锅，但是饮料只喝无糖可乐，然后冰淇淋最多只吃1球半，锅类也只点海鲜锅，加点顶多点鸟蛋。午餐的部分可以算是热量打平，但是晚餐的时候就是吃超商99元的那种健身餐盒，借由这样子一松一紧的搭配，就算你不运动的情况下，你还是会瘦的。那为什么要运动？其实运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你长肌肉，让你瘦的健康。爬坡就是这2个因素啦，重量跟肌肉量。道理大家都懂，但是要怎么把决心用在减肥上面，这很难，因为这是生理的机制。你平常吃很多，一下子要吃少，所以我从环日本、环4国、环北海道回来，全部都复胖，反弹得很严重。但相反的，如果你有目标的话，你就很容易维持住这个毅力，先把4月的这个大难关搞定再说。眼前的平路稍微喘息一下，好久没有爬台湾的山，有点太小看了。其实台湾的山算是陡的哦，虽然我们大家都置身在其中，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是从日本回来，这种感觉就非常的深刻。在日本，你看到的坡大约都是2到3%，5%在日本就算是非常陡了。在台湾5%只是一个基本的起跳。像我这样子荒废半年之后，爬刚刚的陡坡，我都是要用最轻档，然后大腿还有点硬邦邦的。所以就只能放慢回转速，慢慢的踩上去，这是一定的啦。不练本来大腿就会荒废，但是第一步我们心态先回来。虽然大腿硬邦邦的，但是我们不要想着放弃，所以我们还是一样扎扎实实的骑到渔老。骑车爬坡这个运动很简单，就是每个人都会有想要放弃的想法，但是只要你不放弃，慢慢的滚，用时间换距离，到了山顶之后，刚刚所有的负面想法全部都会烟消云散。谢谢，谢谢。早安。早安，刚刚的全家忘了买干粮，这边稍微补一下。现在时间11点半，刚刚金财商店里面的小吃啊、热汤啊，闻着真的好香。任何转变都需要一点适应期，你不可能从懒惰一下子就变成勤奋，勤奋的人也不会在1、2天之内就变成怠惰，总会有一段转换的期间。所以大家看到我在出国旅行的模式，每天都是摸黑起床骑到晚上，但是回到家，经过了1个月的转换期之后，就变成假日永远睡到自然醒。虽然说飞空拍机有点花时间，但是我们可以把握时间。不得不承认 ，DJI 在空拍机这一块实在是有2把刷子，所以返航的时候基本上就安心的交给他，然后就喝一下饮料，休息，补充一下热量，就是把握空档啦。旅行的秘诀。最后记得空拍机不是手机啊，电量剩下30%，记得换下一颗电池了。30%你飞出去之后再算上返航，不要算这么紧，这空拍机飞不回来是会炸的。起飞之前先确认一下电量，第2个就是有没有刷新起飞地点。最后3.6公里，爬升250公尺。虽然渔老我也很久没有爬了，但是根据我之前介绍的记忆，每次骑到旁边这一堵墙的时候，我都会说接下来要面临了一大段陡坡。还没有到陡坡之前，我就用了最轻档，用了好一阵子了，所以现在遇到这个陡坡也是无能为力，慢慢踩咯。很久没骑车，果然有差。前半段确实比较辛苦，后半段身心灵的状态回来之后，不能说状态很好，但至少勉强有到及格线。距离渔老只剩下最后一段陡坡，就给自己一个期许吧，就是这一段陡坡用骑的把它骑完。最后要做吗？一吧，扣扣的。哎呦，还没完呢，然后也还没有到看到顶的程度。你的身体想牵车。你的呼吸想牵车，但是如果你真的下车了，你回到家你会懊恼一阵子。为了不要让你回家懊恼，所以硬是待在车上的这种感觉。但是现在后面有车，
前面有坑洞，旁边有青苔，让得过去吗？完了完了，青苔，好险他技巧不错。好些时间下午1点20分起抵达了渔老，其实跟预估的时间差不多，只是中间多了飞空拍机的过程。久违的渔老，每次越骑过来就变得越来越闹了。除了原本的臭豆腐店之外，后面的热汤上次就有看到了，然后还多了一个小卖店，烤松板猪、葱油饼加香肠、烤鸡肉卷，实在是让人非常心动。但是经历了我这3个月的戒油之后，其实有时候吃一般便当的炸鸡腿，感觉都怪怪了。毕竟健康餐盒吃久了，也就习惯了。也因为是久违的台湾系列，也很久没有跟观众这样子聊聊天了，所以单车部分讲的比较少，自己的事情讲的比较多。其实我觉得节奏还不错。在影片的最后，我们就不要太拖沓了，来简单结尾一下，总结这一趟爬升大约1500公尺的渔老，骑起来你要说满意吗？不满意啊，但是中间骑车练车荒废了半年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如果你的目标是想要骑得更快，或者说骑得更高越远，相反的，你就必须要问自己，你愿意为了这个目标付出多少的改变？我觉得这个部分应用在人生上面也是一点都不错。生气不如争气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愿意改变的话，那就是用着跟以前一样的模式，用以前一样的视角去拍到一样的风景。如果你想要用不同的视角去拍到崭新截然的不同的风景，那你就必须要学会改变。所以等一下我们最后就用壮丽的空拍机画面做个收尾咯。我是雷哥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我一个炸细薯条跟蛋花汤。